圣玛丽医院吗？我找红玲医生啊。哦，那请您务必转告他，说他给我孩子开的药就快吃完了，请他再给我孩子开处方，我们好去买药。谢谢。是圣玛丽医院的洪医生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还不敲门就进来？是你没有关门好吗？如果你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啊，就请你把门关严实点儿。对啊，我开着门呢，那我能有什么秘密啊？你背着我见红玲啦？红玲大夫担心咱们家豆豆的情况，专门给豆豆弄了一些进口药。豆豆也是我的孩子，洪医生给他药是好事儿，可是你为什么要背着我不告诉我呢？没有人背着你呀，你又瞎想了。我倒愿意这一切只是瞎想。你最近总是躲着我，是因为邓海山吗？他根本不值一提，好吗？那就是因为红玲了。你看，你又来了。本来我也不想在这个时候问你，但是不问吧，我心里又憋得难受。这个照片是在你书房里发现的，你那天大发脾气就是因为找不到这张照片吧？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，她就是红玲，对吗？谁允许你进我书房乱翻东西的？那也是我家，我有权利动家里任何东西。要是你一直都对我隐藏着秘密，你现在能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到现在你还保存着他的照片吗？红玲只不过是一个旧相识，原来大学同学留张照片很正常吧？你那天找不着照片的时候，可没有这么云淡风轻哦。裴鑫，你觉得我们这样一直纠缠着过去有意思吗？没意思啊，特别没意思。我也希望这句话是对你自己说的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红玲已经从保密局出来了，是我给她做的担保人。你？对啊，准确的说，是她向保密局提出让我做她担保人的。我也觉得奇怪，她最应该想到的人是你啊，怎么找我来了？不过这事儿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已经替你还了她的人情。你不需要再与过去的事情纠缠。我们谁都有过去，但我希望我们大家忘记过去，好吗？喂。啊，在我这儿。好的，我现在就让他下去。为什么电话总是在节骨眼上打过来呢？小静，她在楼下等你呢，说你们又有什么紧急会议，赶快去吧，别耽误正事儿。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吧。那你答应我晚上回家吃饭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咱们也该回去看看爸了。嗯。那我走啦。去吧。哎呀呀呀！吓死我了！我正在跟彭刚说照片的事儿呢，你就来电话了，真能打岔。真问他照片的事儿了？你俩有没有吵架？心平气和好吗？可以呀，大度啊，母仪天下嘛。既然都已经承认是旧相识了，我也就懒得多问了。哦，那是我多管闲事儿了。哎，你知道我们今天去哪儿开会吗？你急死白了也把我叫下来，我哪知道呀？邓汉山，他亲自点的我们俩的名，要我们去保密局开会。哎呀，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日出啊！以后我们就得跟你混了。其实啊，在我心里头啊，这个正理负的
我早就不在乎了。没想到的是，这毛局长还能想到我这个保密局的老人，意外之喜，意外之喜啊！跟三儿订了一桌酒席，一会儿宣布完，咱们就去吃庆功宴。好啊，这事儿确实值得庆贺呀！哎，咱就不醉不归啊！啊，一醉方休。哟，城防司令部的人都来了，阵仗不小啊！吴队长，有失远迎。刘副站长，你们开会叫我们来干嘛呀？请教刘站长，是正的。哟，什么时候升的职啊？我们怎么不知道啊？一会儿就宣布了。你们保密局的人面子可真够大的，升官晋职这种事儿，犯不着我们也来陪着吧？交警，咱走吧。推进来了，赶快上楼吧。大家都上楼吧。吴队长，请吧。大哥，瞧见没？来给咱们开庆功会的人可不少。快点，看看我这军装穿利索了啊！行，精神，特别精神。大哥，往后兄弟就跟着您吃香的喝辣的了。哎，走，大哥请。我宣布，会议正式开始。这一次我回来，除了要抓捕共党的要犯江一林之外，还肩负着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，那就是成立川西别动队。别动队的队员分别由保密局成都站、城防司令部、反共救国军里的精英组成。首先要恭喜在座的各位，你们都成为了别动队的一份子。我邓某人也非常荣幸的可以和各位战斗在一起。别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固守西南计划，清除和绞杀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成员，以及隐藏在暗处的亲共分子和投降分子。希望大家都能拿出当年守土抗日的决心、勇气，同心协力，同仇敌忾，一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。接下来呢，我宣布一下上峰的任命：刘福任命为川西别动队副队长兼行动组组长，晋升为上校军衔。吴佩新任命为川西别动队情报组组长，晋升为上校军衔。肖静任命为川西别动队总务组组长，晋升中校军衔。好，任命宣布完毕。哎，怎么没提我大哥呀？按说这头功是我大哥立的，这江一林要不是我大哥，抓得住他吗？黑队长最近确实辛苦了，可接下来要更加的辛苦。你要身兼两职，平时呢要负责反共救国军的事务。别动队有特殊任务的时候，你就归到行动组，由刘福组长领导。你等会儿，我听明白了，我就是那麻将里头听用，对吧？你们谁都可以指使我，也就是说，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在我头上拉屎撒尿，对吧？哼，这活儿老子不干。黑队长，说话之前你要想清楚，上级的命令既然已经派下来了，就要严格的执行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干了，好，我可以马上向上峰报告。不过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，万一上峰要是下达了处决的命令，别怪兄弟我没有提前提醒你啊。邓处长，你这个任命啊，确实有点让我们出乎意料。这之前怎么也没给我们透过风声，也好让我们有个准备嘛。你我都是军人，军人的天职不需要我告诉你吧？是，我知道，我刘福绝对服从。但是你说了半天，那我们这支特别队伍到底归谁领导啊？
我就是川西别动队的队长。川西别动队的一切行动任务，直接听命于毛人凤局长。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严审共党的要犯江一林。这闹了半天，你是把我们都全身顺成你的人，我们全听你的指挥。刘副队长，命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不需要我给你重复一遍吧？好了，会议到此结束，散会。不是说宣布谁当站长吗？怎么又变成副队长了？我哪知道？还进宫吗？进什么宫？头都走了，赶紧的，赶紧的。哎，大哥，什么意思啊？咱们抓的江一林，到最后没咱们什么事儿了，咱们找谁说理呀？走，找王主席说理去。裴鑫，方不方便跟你单独聊两句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就在这儿说吧。在这儿说不是很方便，还是到我办公室去吧。邓处长刚当上了钦差大臣，就想对我发号施令了。哦，队长找组长谈工作，我不方便听。行，裴鑫，我在车里等你啊。谢谢。什么？裴鑫，你先坐，我让下面送杯咖啡上来。不用了，有什么事儿快说吧。裴鑫啊，吴队长，或者吴组长，佩欣不是你叫的。你就那么的讨厌我，不愿意和我单独待在一起吗？我知道你还在因为过去的事情恨我。你如果想跟我扯儿女情长，那对不起，告辞了。不，裴鑫。吴队长。好，吴队长，我不跟你说过去的事情，咱们说现在好吗？我请你上来呢，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愿。我希望你能够加入江一林专案组。开什么玩笑？你明明知道江一林跟我们家关系，你还让我进入专案组，安的什么心啊？我还是了解你的。你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，又是个完美主义者。你现在的生活或许还算是幸福，可是完美吗？抗战结束以后，你和彭刚这对顶着光环的英雄夫妻，却过上了平凡人最平庸的生活。你不就是想改变你心里的这种失落，你才成为城防司令部行动队队长的吗？可是所有的人，他们都以为你能坐上这个位置是你父亲的缘故，他们并不服你，不是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江一林案是毛人凤局长亲抓的大案要案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可以借此向所有的人证明你的能力。你吴佩欣有能力，你能做到这个位置，全凭的是你自己，你没有靠任何人。当然，我承认我这么做呢，有一定的私心，那就是我想通过这样的事情，多多少少弥补一些我对你的亏欠。可是江一林是我叔叔，你让我怎么面对审讯？这两点不矛盾啊，我们可以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再说了，难道你不想通过我们的审讯，确定你的这个叔叔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吗？但是保密局审犯人哪有不动刑的呀？我怎么面对啊？不用你面对的，你只需要做一些后台的工作，比如整理一下审讯资料什么的。我也会尽量避免你和江一林见面。不用现在回答我，你回家以后再仔细的想一想，看看还有什么顾虑，一起告诉我，我尽量安排周全，好吗？邓华山找你聊什么呀？他想让我加入江一林的专案组。我猜对了，这是他成立川西别动队的队长第一次发布命令吧？有没有给你出难题啊？哎，有没有同意啊？是不是没主意啦？是不是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呢？一个说好的好的好的，一个说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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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事儿你还是回家跟彭刚商量商量吧。你要慎重起见，要处理好家庭和事业的矛盾。都快烦死我了！事儿赶事儿全来了，从来都没有这么烦。你先上车吧。预约病人的时间都排好了吗？病人有点多，您先看看这安排行不行？要是觉得病人态度吃不消，就找别的医生带一下吧。不用了，人家都是冲我来的，我要对人家负责嘛。您宅心仁厚，医术又好，怪不得病人都喜欢找你。哦，对了，之前那个豆豆的爸爸打电话过来，说是豆豆的药吃完了，请您回来以后务必联系他。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喂，哪位？玲子，能听到你的声音太好了。你在哪儿？好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来。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，你叔叔江一林真的是共产党，他已经被保密局的人抓起来了。为了安全，你还是离开成都一段时间避避风头吧。我不走，我也没有地方可以走。他们已经审问过我了，而且你的太太也为我做了担保，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对了，那你知道我叔叔被关在哪儿了吗？那天晚上，我被他们软禁在悦来客栈，直到刘福回来，他们才放我。不过我发现，刘福的裤脚被露水打湿了，而且鞋上沾了泥土和杂草。这个季节能有那么大露水的地方，应该在郊外。我想，他们把你叔叔关在郊外了，不过不知道具体地点。刘福是保密局的那个刘福吗？是。怎么，你见过？凑巧了，在戏园子里见过。你什么时候喜欢听戏了？是同事为了庆贺我跟另外一个医生劫后余生，请我们去听戏的。我看到他跟你们主席的武姨太在一起。你确定是武姨太吗？他们两个勾搭在一起倒是好事儿，或许我能从武姨太那儿打探到一些消息。你跟他打探共产党，不怕他告发你啊？他背着王灵基干的那些勾三搭四的事情，我不去告发他已经不错了。你放心，我能打探到消息的，而且我也会尽力去救你叔叔的。彭刚，你这么帮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你严重了，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为了你自己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不用明白，反正我尽全力就是了。你停车！你离经一扎的，这不能停。你是不是不舒服要看医生啊？我刚才好像看到彭刚进去了。行了，这大白天你瞎说什么呀？刚才还夸你母仪天下来着，这么一会儿瞎说。哎，去哪儿？哎呀，去哪儿啊？这不能停车。北京，你等等我啊！彭刚，居然敢骗我！哎，有事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认错人了。咱们走。你
干嘛呀？莫名其妙的。对呀，我刚才明明看到彭刚和……哎呦，大小姐，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好了好了，先送你回去了。吴队长，咱们又见面了，怎么生病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路过。对啊，路过。我们培新是个好心人，上次担保你之后啊，就一直担心你的安全，所以呢，今天特地顺道过来看看你的。如此让你牵挂，真的很感动，再次感谢你。不用这么客气吧？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去忙了。彭队长，咱们还再见吗？哎，再见。刚才明明看的是彭刚呀，怎么就变了呢？吓我干嘛呀？疼！帮你招招魂。我刚才是不是又说再见了？我真想自己打自己耳光。吓我干嘛呀？关键时候你从来都不帮我。我该怎么帮你啊？帮你神神叨叨，帮你疑神疑鬼的呀？那我就叫助纣为虐。什么词儿啊？这都是有必要这么说我吗？不是，那个虐是虐心的虐，这词儿挺适合你的。老是自己没事呢找不痛快，没事找事儿。看看人家的气质，云淡风轻的。那女的要真是你对手的话，你还不一定能赢了人家呢。哎，我已经够烦了，你还在火上浇油。哦，那不说了。那你呢，先回家好好的把川西别动队的事情给理顺了，好不好？你去我爸那儿吧，这事还得先过他那边。什么川西别动队？你不能去！我告诉你，像邓汉山这种小人，你给我离得远远的。爸，我也想离得远远的呀。现在成立了川西别动队，我是组长，他是队长，我能不听他命令吗？我不管你是组长什么队长，你马上从川西别动队给我退出来！爸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命令已经下了。我现在是川西别动队的情报组组长，这不是逛菜市场，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啊！什么川西别动队，这分明是故伎重演。我告诉你，民国24年，蒋介石组织的什么川木团，名义上是参谋团，其实就是统一川政。当年邓汉山就是蒋介石一条看家护院的狗。什么川西别动队，换汤不换药，这分明是一个特务组织。裴鑫，你不能上这个当。爸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哪那么容易上当呀？你参加川西别动队这事儿，跟彭刚商量了吗？我这不是先跟你商量吗？一个一个来。彭刚呢？为什么会回来？我哪知道他干嘛去了？最近跟掉了活似的。大爷，您这地里种都是什么呀？豆子。这等到收成是不是还早着呢？等打了霜，豆子就熟了。哎呦，那真还早着呢。说快也快。再说今年的天气有点怪，露水和雾气比往年都大，估计今年的冬天会很冷的。您刚才说这几天露水和雾气比较大。是啊，有时候天不亮我们就下地干活，裤子都会被露水打湿。在这儿吧，停。彭刚，彭刚，谢谢啊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找你啊。我在这儿，你都能找着我。东南西北的城门都是城防司令部的，一个电话就知道你在城里还是城外。来的还真是时候。
你在这儿干嘛呀？聊天啊？聊天，跟一农民聊天。怎么了？挺闲的。行，你快回去吧，你老婆和你老丈人都快打起来了，何姨满世界找你呢。为什么事儿啊？你回去不就知道了吗？快走吧。慢点开车啊！聊天？聊什么？聊种地？不行，那个别动队你不能去。你要是敢去，我打断你的腿。你不能做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。你忘了谁对你好了？爸，我当然知道谁对我好了，你不用整天在我耳边念叨吧，烦死了。裴鑫，人要有良心，你不能做对不起彭刚的事情。说什么呢？我做什么事儿对不起彭刚了？是的，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女儿看。裴鑫，你少说两句嘛。彭刚，你可算来了！你说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都消停不了，都被这邓汉山给闹的。何毅，你闭嘴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怎么说话了？没有家教。没有家教也是你教的。裴鑫，你现在知道我没有家教了，当初干嘛去了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就知道你自己。你知道多少军队、多少武器，占多少地盘，收多少税。除此之外，你关心过谁呀？要不是因为这样，我妈也不会死。裴鑫，爸，都是我的错，哎呀，都怪我。爸的药呢？何姨，我爸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还是老毛病。今天都是我的错，你们俩别吵了啊！老爷不能再伤肝动气了。何姨，您没错，都是我们做小辈的不懂事儿。我去看看爸。哎，我刚给他吃了药，让他休息吧。对了，今天你们就别走了，我已经叫人把你们房间打扫干净了。今天就住在这儿。你爸是军人，不善表达，其实他心里啊，特别在乎你们俩。让您费心了。我就这命，跟了你爸半辈子，虽然没有名分，但也离不开了，老来伴儿吧。何姨，等我爸醒了，你替我给他道个歉，我不是故意惹他生气的。你看你们这父女俩，其实心里都在乎对方，就是嘴硬。你自己跟他说去，他会更高兴的啊。哎呀，就不要再惹他生气了嘛。你要不想说就算了。行，我去说。早点休息吧。哎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呗。我加入川西别动队的事儿，你不反对吧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我有什么可反对的呢？你就不介意我跟邓汉山一起工作？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，只要分开了就好嘛。再说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别再纠缠过去的事情了。你要是真的这么想就好啦。还有一个事儿啊，你没敢跟爸说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
你别再惹爸生气了。所以呀，我只能跟你说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什么事儿这么纠结呀？邓汉山想让我加入审讯江一林的专案组。什么？小声点儿，别让爸听见了。怪不得爸发那么大脾气呢。这事儿我还没跟他说呢，他光听说邓汉山成立那个川西别动队就发这么大脾气，我要跟他说再有这么一出，非跟我断绝关系不可。什么川西别动队呀？就是把保密局、城防司令部、反共救国军和省政府的人结合在一起，成立一个叫川西别动队的机构，直接听命于国防部的毛局长。这次由邓汉山具体负责，他是队长，刘福是副队长兼行动组组长，我是情报组组长，萧静是总务组组长。这个邓汉山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他说川西别动队的主要任务啊，就是配合固守西南计划，清除和绞杀共党的地下组织跟成员，还有一些隐藏在暗处的亲共分子和投降分子。哼，换汤不换药，又是个特务机构。怎么跟爸一个口气啊？难怪他成天左一个彭刚，右一个彭刚。我这个亲生女儿还不如你半个儿子。哎，那你答应了吗？我能不答应吗？有毛局长亲属的命令。再说了，我敬贤敬直有什么不好？我是说江一林案子的事儿。这个我还没答应他呢，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那你当时又没反对，说明你已经默认了，还跟我商量什么呀？邓汉山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，我确实没答应。但是我后来一想，都给我敬贤敬直了，我总能不干活吧？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回绝他就好了。哎，我是担心你，别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啊，假如江一林真的是共产党，那他一定老谋深算，反间谍能力很强。你又没有这方面审讯的经验，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啊。到时候你只能让自己有强烈的挫败感。我是不会跟江一林正面接触的，这是我去的条件。那我就怀疑他别有用心了。邓汉山抓了江一林，我觉得他没有指认江一林是共产党的证据，他怕摆了乌龙，没法交代呀，所以必须得拉几个垫背的。哎，你就是首选啊。他知道江一林跟咱们家的关系，有你在就等于给他上了保险，他可以全身而退，而你就要承担全部责任。他敢？你放心，他不敢跟我耍花招的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再说了，有什么事儿拿不定主意，我会跟你商量的。既然你都已经考虑周全了，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同意呗。谁让咱们家有一个花木兰呢？谁让他非得想做出一番成就来证明自己呢？还是你对我最好啦。没想到这件事上你这么大度，是我太小心眼了，还老猜忌你。你别放心上啊。不猜忌就不叫女人了。不过我还是喜欢你小女人一点，这样显得我这么心很重要。讨厌！我去专案组的事儿别让爸爸知道，我怕他心脏不好。放心吧，爸的工作由我来做。那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
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啊。嗯。你看，你走的那么急，我也没法给你多准备几身衣服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说是有人送我去。搞得神神秘秘的。那你到了之后告诉我，我回头把衣服给你送过去。关押地点是保密的，理解吧？理解，理解。那这样，如果允许的话呢，你就打一个电话回来报个平安。再说，豆豆也会想妈妈的，啊。我怎么突然有点舍不得你们呢？快走吧。走啦。去吧。知道我叔叔关在哪里了吗？真是急死人了！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鹏刚，你上次不是说我叔叔有可能被关在郊外了吗？可是成都郊外东南西北大了呀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帮我找？是不是因为有人诬陷我叔叔是共产党，你怕沾上嫌疑，所以不肯帮我？怎么会呢？我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有些话我现在不能跟你说，之后你会明白的。哎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刘福回来的时候，鞋上沾了泥和杂草，裤脚都被打湿了吗？这2天我在郊外转悠，也问过老农，他说这段时间一到晚上就下雾，而且还有露水。我看刘福的裤脚湿得很厉害，我想应该是在露水和雾气比较重的地方。成都的北边是通往秦岭的，那里的气温比其他几个方向都要低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的叔叔有可能关在北边？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啊！是你聪明，我只是顺着你的思路去想罢了。我想，也是北边。具体的位置我还会找。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朋友，也可以让他们找一找。我没有其他的朋友，只能靠你了。彭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，不容易啊！一个人在战斗，靠的是睿智和忍耐。是啊，没有战友，没有同志，能看出他眼中有一种渴望。我觉得他对我有所察觉了。老胡，要不我跟他表明身份吧？2个人的力量总比1个人大。再等等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相信彭刚能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。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要适应孤独，学会自己和自己战斗。可是现在情况这么紧迫，他也不知道江一鸣手中有我们需要的重要信件呀。是啊，江一林手中的重要信件至关重要。但是彭刚的考察还没有过关，还是谨慎为好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江一林的下落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可能拿到我们需要的东西。我马上回去让老李和川西游击队的同志取得联系，让他们重点在北边搜寻一下。吴队长，黑心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，欢迎你。我还以为关押地点森严壁垒，严防死守，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地方啊。这里的地理位置很好啊，你看这四周空旷，放眼望去，视野通透感很好。我在东南西北4个方向都设置了瞭望哨，
而且把保密局所有的人手都派过来了，发生任何事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你过于紧张了吧？共产党哪有那么大胆子敢来啊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这次江一林被抓，明里暗里想要救他的人不在少数。我不仅要提防共产党，还要提防国民党内部那些不安分的人，谨慎一点是必须的。黎明来临前，再次想起无悔的誓言，长夜无眠，道一声再见，踏上了对立的生死线。你知道吗？我的爱万语千言，或许没有期盼，只有背叛和孤单。剩下的路，我有你爱过的勇敢。谁的爱欣喜如棉，刀剑背后的温暖。背负生死，穿越硝烟，铸就那白鸽的明天。谁的爱欣喜如棉，烽烟之后的硝烟，冰冷沉默，还一生暖，梦中有最美的春天。再见，踏上了对立的生死线。你知道吗？我的爱万语千言，或许没有期盼，只有背叛和孤单。剩下的路，有你爱过的勇敢。谁的爱欣喜如棉，刀剑背后的温暖。背负生死，穿越硝烟，铸就那白鸽的明天。谁的爱欣喜如棉，烽烟之后的硝烟。冰冷沉默，还一生暖，梦中有最美的春天，最美的春